哦，甜哦，会使哦。跟我去看夜景来。姐姐跟我说，不要一天了，只有半天。嗨，你好啊。好，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姓吴的，我叫吴福贤了，你叫小夫就行了哈。那么今天你们来到香港呢，非常开心，为什么？你看天气那么好啊，去旅游最好的季节，好不好啊？那么现在首先呢，我说第一个点呢，我们就从这里香港的国际机场第一个点到九龙的那个尖沙咀，这个叫星光大道啊。那么首先说香港现在怎么样的？香港分3个地方的，香港9。来，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是香港啊，真久无去来香港佚佗啊，相信嘛，真侪人足久无行到香港来佚佗啊。咱这道要去欧洲5个国家，意大利、瑞士啊，加上法国、比利时、荷兰啊，要去的时阵呢，咱先到香港。咱不机专机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到香港，来一个香港的半天市区观光。星光大道这个仿照美国所盖设的一条其实它以前叫做海滨大道。这个海滨大道呢，以前讲简单它就是在维多利亚港旁边的一条非常漂亮，可以欣赏到香港夜景的一条海滨步道。那当然，这一条海滨步道呢，后来呢，它也慢慢的因为这个名称，还有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对美国洛杉矶知道，在洛杉矶有一条这个很多明星印的手印蚯蚓的所在，所以他就把它改名叫星光大道，仿照美国一样。别了，别了。哦，你看，赶快，我连看这里呀。不会比啦。那当维多利亚港它到可能维多利亚港有仿古船会使悠游在这个维多利亚，看着那个香港两旁边九龙跟这个香港半岛两边边这个景色那今摆呢，咱行到这个星光大道，其实呢，就是我头前讲过，这条原本是海滨步道，然后呢改成变成这个明星邓蚯蚓的所在。但这个香港的这个星光大道真有名，对这个星光大道的斜对面这个所在叫做1881这个所在以前是香港算是这个消防局这个政府的部门，这个部门呢后来改建变成这个商场香港它因为拥有这个非常鲜明的英国殖民色彩，那英国当时在殖民时候呢，留下了非常多的英式建筑。这些英式建筑呢，有一些将近80-90年、上百年的。后来在香港政府回归之后呢，他们大力的把这些旧的这个建筑呢，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呢，来把它改修改建。它改修改建之后呢，它就变成了这个圣喜这个shopping mall 一个卖场里面呢开满了各式各样精品地方，有的是香港这种弹丸之地那这个根本不用说了所以这很重要来香港呢，每一个点都很重要，因为香港不大因为它不大，所以它每一个小点呢，就会形成的非常非常具有特色。非常多人来到香港这个所在来佚佗，但是呢，大部分都是转机较多近年来其实香港呢已经改变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偶尔来香港行行看看，尤其是在市区观光，非常的方便。像我们这种
到澳洲去，行李不需要拿出来哈，直接哈转机囊出来的好啊哈。啊，细细看看了，刚刚等你杀行李啊，这是最棒的哈。现在我们来到了香港九龙的。香港以前的这个警察大学呢，香港以前的这种建筑呢，都是属于这种红砖式的建筑哦。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的哦。香港这几年来呢，走向了这种非常强烈的复古风格哦。这种复古风格呢，复古风啊是安怎行？就是呢，把旧的建筑呢，开启那个精修开了呢，把它树立在甲彩礼这对新甲旧的城市当中哦。在新城市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历史的旧建筑，在旧建筑当中呢，你可以看到非常摩天的超高大楼哦。这个就是新旧之间的另外一种冲突美感。现在来到的学警总部，香港的天星渡轮哦。这个香港真的有太多经典哦，很多的东西，也许我们在港剧里面有看过，很多的场景，很多的这个镜头，可能在咱的回忆当中，唔知当对一部这个连续剧电影看过哦，所以来到这哦，每一个景点呢，我感觉拢真趣味啊。而且这个香港这个所在哈，这几年来哈，较少团体行到这来哈，但是香港其实改变了真大。这个城市呢，互你耍3-4天，你会感觉伤长去，但是呢，互你1-2天来这一趟的时阵呢，会互你回味无穷。咱即摆行到的这个所在，就是香港人以前逐天拢爱坐天星渡轮。天星渡轮呢，在香港来说呢，是相对性一个比较久的一种交通渡轮工具啊。这个交通渡轮工具，但香港是具有非常久的这一个历史。那来到家，坐着这个天星渡轮，你就可以看着维多利亚港岸两旁边的这一种景色哈，省钱又很经典的行程。天星渡轮是香港的一家渡轮公司，以相对便宜的价格呢，将游客在香港及九龙之间搭载来回啊。印象中，时尚繁华、国际化气息交融的香港市区呢，有一个见证香港早期历史人文的怀旧老街。这个所在就位于中环的这一个叫做博鼎乍街啦，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环石板街。那这个在香港话，博鼎乍是香港殖民时代的第一任总督的姓名，纪念香港一路走来关键的历史年代。它现今也被香港政府评定为一级古迹的建筑，是相当珍贵的香港景点其中之类。如果要选出最能够代表香港中环古今特色的景点，我跟你讲，中环的这个石板街是绝对爱来。而且对这个石板街行来了，各会使看到因这个叮叮车啊，当当车也可以。这个其实就是地上路面电车啊。这个地上路面电车呢，已经完完全全变成香港最具特色的代表交通运输工具之一。它把古老的电车，有甚至没有冷气的，这个都是古老的、很古老的电车呢，把它漆上新的颜色啊。然后有各家，你看像这个 Super Drive 的这种各家的广告哦，就印在这上面哦，作为一种既吸引观光客又有商业的这种赚钱的方式啊，非常棒。而我们现在就坐上了这个叮叮车，开始由中环的市区。这个叮叮车呢，没人骑啊，而且上面的座位也非常非常的窄，像那高洞啊，高洞的像呢。但是这叮叮车呢，真正真趣味哈。当天来这叮叮车嘛袂伤热啊。好，现在跟我去看夜景来。好。
香港的另外一个重头戏呢，从早玩到晚哈。香港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来看看香港号称世界3大夜景其中一个景色，这个叫做香港的夜景哦。所以咱今嘛一定来到香港，咱就是要记来看卖香港的夜景哦。走在这一个香港太平山山上呢，来看看香港夜景。从香港过来飞12个小时哈，这个欧洲和亚洲还是挺远的。很远啊。这个我上一个团正好在土耳其，土耳其呢也就是亚洲跟欧洲连接的地方。安排哈，上午的话呢，我们会是在梵蒂冈啊，梵蒂冈也可以讲是在罗马城里面的一个国家啊，非常小，人口只有1000多人啊，那个上午参观完了以后呢，我们下午的话呢，就会在这个罗马城里面，我们会看这个万神庙啊、许愿池啊，还有我们会到这个斗兽场附近。进入了罗马，罗马从这个机场这类名啊，听起来是艺术气息哈，震撼的不得了，叫米开朗基罗机场啊。从这个机场呢，我们一路呢就要到哪里去呢？就要到罗马的市区去咯哈，要到罗马的市区去啊。行到罗马的市区，咱今仔有真侪要看的景点哈。第一站当然咱要行到的叫做梵蒂冈哈。但是真可惜哈，这个梵蒂冈哈，即卖新的规定哈是一定无爱红，但内底吼摄影哦，不知道何时才会把这个规矩修正过来哈。所以在我们这一趟的意大利罗马之旅呢，我们就看不到这个梵蒂冈的内部，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外面还是稍微欣赏一下这个全世界最小的国家，就是城市即是国家的梵蒂冈。我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圆顶的教堂？我们待会儿呢能看到一堵墙啊。这个梵蒂冈因为很小，它在罗马城市里面，它原来是属于教皇住的地方。这个一战以后呢，这个教皇啊，跟这个墨索里尼签了一个协议，完了以后呢，他就成了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宗教国家啊，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国家。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教皇他不可以干涉政治。原来的话呢，教皇这个权力很大哈，这个原来有皇帝的时候，这个都要拍教皇的马屁。给他送土地啊，给他进贡啊，所以教皇呢很富有。那到了后面分开了以后呢，那就是现在你不能管我啊。所以呢，我们说梵蒂冈，你以为它是意大利？不，其实梵蒂冈有自己的邮局、自己的银行、自己的货币、自己的语言，没有了，它语言其实就是意大利语了哈。这个说来，这个梵蒂冈的历史呢，非常非常的长哦。那梵蒂冈可以说是在意大利里面呢，另外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国家要走哦，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也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点啊，所有天主教的圣徒，门徒们都一定也要来到这一个梵蒂冈来朝圣一番哈。那现在我们到了罗马市区，我们先走的第一个景点呢，这个景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罗马竞技场。
在很多国外呢，也把它叫做罗马的斗兽场。这个圆形的剧场呢，在今天意大利的罗马市中心，古罗马时期最大的圆形角斗场啊、斗兽场啊、竞技场，拢会赛哈，各有各自国家不同它的叫法。建在西元72年到82年之间。罗马竞技场啊，我看了不哈，拢是遗迹啊哈，这个已经荒废掉了哈。这个竞技场呢，是由这个 Vespana 啊的这个皇帝来下令修建的，他的儿子呢叫做呢 Titus， 在位期间的建成呢，经过了2个国王去把它修建起来哈，它是古罗马标志性建筑其中之类哈。这个最主要的功用呢。是在什么哈？是在竞技场，是古罗马举行人兽表演的所在。参加的这个斗士啊，爱尬另外这类懂不的搏斗，一直到其中一方死掉为止哈。也有人跟人之间的搏斗。根据罗马史学家的研究跟记载呢，竞技场建成时的罗马人举办了为期8天的庆祝的活动哈，当时呢宰杀了1万多头的牲畜哈。就在这个竞技场里面，所以呢，它也可以是一个很残忍的地方。而这个竞技场呢，最早建在另外一个罗马皇帝的金宫里面的原地址上面。这个宫殿呢，在西元64年发生的罗马大火当中被毁掉了哈。所以呢，后来个 key 这个所在看来，西元200多年的形成的斗兽场，它遭到这个闪电雷击啊，引起的这个大火受到很多的损坏哈。好像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哈。加在这个高建有部呢，当时都是这个天灾打雷所把它烧毁掉了，但是很快呢，隔没几年又把它修复起来哈，继续举办人与兽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的搏斗表演啊。那这样子的活动呢，一直到了西元500多年才完全禁止了哈。在中世纪时期，这个建筑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保护哈，因此呢，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哈，就是另外一个景象了啊。但是呢，也经过2000多年了，所以它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斑驳啊，就敬雄的啦。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皇帝大道往这边广场走的路上，我们在这边呢能看到有一根柱子，这个呢，这个柱子呢，也可以讲是这个罗马皇帝。看到就是说左右两边的话呢，广场左右两边呢有2栋房子，那通常的话呢，靠我们左边哈，就是我们前面这栋房子，红色的这栋房子呢，叫威尼斯宫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广场被叫做威尼斯广场的一个原因哈。大家可以往右边看他们的这个国家。能看到这也有个圆柱子哈，这个就是图拉真皇帝的一根纪念柱。其实我现在觉得来意大利已经很好了哈，现在今嘛无像以前吼哇，这个意大利呢罗马真侪所在车拢会使行进哦，为着保护伊的古迹哦，所以当今内底呢真侪所在拢是爱保练啦，迄种行落来吼。欧美国家的市区内底吼有真侪广场吼，这个广场呢真侪拢是用这个喷泉来这个装饰，有一些围绕的古老钟楼啦，有些是被霓虹灯闪烁啦。广场本身其实有时候是没什么作用，但几乎都会成为观光胜地，许多人坐或站的拍照哈。
那说到这个西班牙广场，我们从这个大街走过去就是西班牙广场。说到这个西班牙广场，真的它可以遍布全欧洲哦，每个地方都可以听得到西班牙广场。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有在取的西班牙广场的踪影呢。为什么罗马这个广场被称为做西班牙广场呢？原因是因为这里第一有西班牙大使馆，第二个听说曾被西班牙统治过的痕迹也留在这个地方。而从罗马这个地方绕过来之后呢，西班牙广场绕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名闻遐迩。2058当历史上盖有名的所在，这个所在叫做许愿池，而这个许愿池前面呢，就会有什么北边的呢？哦，对哦，会使哦。对哦，会使食。我老猪哦。罗马基督教的中心教堂、欧洲天主教教堂朝圣地跟罗马梵蒂冈教堂教皇的这一个教廷，意大利首都罗马梵蒂冈全世界第二大的教堂，教堂上早期是君士坦丁大帝当西元300几年的时阵，当圣彼得的墓地上修建起来的，称为老圣彼得大教堂。那西元326年落成了，16世纪教皇朱利尔2世呢决定呢要登起这个圣彼得得天独厚的教堂，于是呢在15世纪圣彼得大教堂就完工了。在长达120年的重建过程当中，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布拉曼特、米开朗基罗，真的超有名的哈。然后呢，马泰尔相继主持过这个圣彼得教堂的设计跟施工，一直到1626年11月18号才正式宣告落成。它称为新圣彼得大教堂。1870年以来，重要的宗教仪式都在这个地方来举行。罗马式和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呢，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登上教堂正中间的穹顶呢，可以遥望整个罗马全城。来过梵蒂冈的人一定会好奇，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怎么不太一样呢？其实呢，在这一个
16世纪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落成之前，现在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城外的圣保罗教堂，一直是罗马最大的教堂。从13世纪到15世纪，教堂一次一次的被修缮，一次一次的被美化。许多艺术师呢，在这边留下了他们的成果。这里集中了珍贵的镶嵌画、壁画跟浮雕享有艺术保护的美名。所以呢，咱哈段其实我们已经进到了梵蒂冈，但是呢，我们先走到这个以前在这个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落成之前的外面的这个圣保罗大教堂我们从这样外面一路上看进来从这个大厅的凯旋孔门、十字尔教堂花园，哇，还有哇，这真的是还有这个罗马漫步艺术当中的描述当中里面的这一种精致啊，这一种美丽的景色呢，哇，真的是他们曾经形容过就算这里面的毁掉也是一种美那你就知道这当中呢有多么震撼的这一个美丽的精品杰作呢，就在这里面这里面包含了有这个巴洛克式的建筑那我们在城外的圣保罗大教堂可以看得到它这个教堂呢余烬当中所重新修建起来，原属于教堂的忠实翻版保持了古罗马君士坦丁风格的特色这里基本进来这种看一点我告诉你，喜欢艺术的真的你来这边呢会流连忘返根本就不想回去为什么？就会感受到这个圣彼得大教堂这个梵蒂冈，还有这个圣保罗教堂等等这一些，哇，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地方。现在我们就准备一路来欣赏这一个美丽的圣彼得大教堂，在梵蒂冈内，很漂亮，真的很漂亮。这里来对咱今麦要去来圣彼得教堂来对你要进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先看了啥？先看了这个非常非常大的门这个门呢，就是你要进去圣彼得教堂之前的门。这上面呢，我们当地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来的呢，你一定爱请伊当地专门你刚刚这个当地的这一种算是典陪来去做讲解他会在这里面做专业的讲解谁都不能进去这个很特别。那他会从门口就开始进来了从门口进来就开始一路讲解天使跟魔鬼，哇，这个想到就觉得很震撼跟着所有的人沿着圣彼得广场右侧的列柱回廊进入到圣彼得大教堂，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各个重要出入口都可以看得到穿着非常鲜艳的军人站岗。这个呢，来自瑞士的自卫队，我们在那有希文而进来之后呢，经过了这个铜门为了通往使徒宫为教宗的官邸所在，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到这里面圣彼得大教堂里面了。圣彼得大教堂是使徒圣彼得的墓地所在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教堂，也是天主教最神圣的殿堂。圣彼得大教堂结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跟巴洛克式艺术大师的巅峰造极之作。历代知名的建筑师啦、艺术家啦，包括拉斐尔等等的陶匠盖匠全部都参与了这个设计透过的艺术跟建筑来彰显天主教教宗的这个神圣意涵即便你不是天主教的教徒，你也不得不被眼前的庄严还有这种美丽的建设所感动着那经过历史跟经过宗教艺术来当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加持呢，哇，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是多么的震撼人心。我们从教堂最古老的门的是陶景，它都在盖下来的铜门15世纪的经典杰作作品呢，开始我们走了进来到里面呢，我们从天花板包括圣彼得大教堂最右边的圣门，只有在千禧年才会开启的圣门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拍到我再告诉你们因为这是圣彼得大教堂，就算讲3集都讲不完里面太多可以介绍了在这里面呢，除了这个圣桑礼拜堂，这一个圣桑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旷世巨作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24岁的作品，然后可以再看了这个礼拜堂里面的这一个圣门，还有包含了这一个圆顶等等的，哇，这个都是非常不得了的艺术结晶圣彼得大教堂金碧辉煌的主殿呢，设计起来是以巴洛克式出自贝尔尼尼的手人家看到贝尔尼尼的手就是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以主殿为主，这是贝尔尼尼来设计的所以它这里面呢有太多
太有名的艺术家呢，就来到这个地方来这边这个加持了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所以他们进来的想要有专业的讲解因为它每一个细节部分呢会告诉我们很清楚，而且在这里面你一律只能戴耳机，保持着非常非常大的肃静就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马赛克壁画这一幅画呢，你这样子看没什么当你把镜头拉近掉呢，你会发现天哪，它竟然是马赛克所拼贴出来的这个镶嵌画那这一个底下呢，可以看得到很多的棺木、浮木呢这些呢其实就是历代的教宗呢，它就藏在这一个底下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付费进去看看。这一个呢就是圣彼得咯，圣彼得在这边祝福的大家所以呢，这个圣彼得你可以看得到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呢，就来到圣彼得的跟前亲吻着他的脚，或者是摸着他的脚这里看了红蒙加金细细乌夸列伯这是圣彼得大教堂里面的圣彼得大弟子之一也有做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靠右边呢有一个人然后他呢设计这个雕像的人呢，跟设计教堂这个人呢有意见。你看呢，他躺着那个手伸出来挡，他就说你这个东西会教堂会翻倒。这个来，他有意思的就是像他设计的。